盘点最没有存在感的4只宝可梦。1. 大雨怪。众所周知，超级愿望篇是宝可梦系列口碑较差的一部，大部分粉丝还没看完就已经光速弃坑。虽然剧情拉了胯，但是合众宝可梦还是非常出名的，就比如风妖精和败露球菇，凡事都有例外。合众地区也有一些毫无存在感的宝可梦，像是大雨怪应该就没多少人认识。大雨怪是纯超能系的宝可梦，如果放在初代，那么它还能凭借超能力有一席之地，毕竟当时超能力是动画里最无解的能力，光是普通的念力招式就能够完爆很多宝可梦。可是到了超能系宝可梦众多的现在，大雨怪既没有实力，也没有颜值，想要当个花瓶都被人嫌弃。对比其他的合众宝可梦，大雨怪的待遇简直是惨不忍睹啊。2. 章鱼桶。如果说合众地区宝可梦出名，动画拉胯，那么成都地区的情况就刚好相反。成都地区的宝可梦大多数都默默无闻，一方面是实力不济，另一方面是出场机会不多，加上忽高忽低的颜值，以至于成都最受欢迎的宝可梦几乎都被月亮伊布和班基拉斯包揽。但要是评选成都最没存在感的宝可梦，那么章鱼桶肯定榜上有名。章鱼桶让人印象深刻的地方只有一点，那就是它从鱼变成了章鱼，直接实现了跨物种进化。除此之外，章鱼桶还在华丽大赛客串过几次，最亮眼的成绩就只有打败小瑶的小卡比兽了。3. 绅士鹅。每个地区都有存在感极弱的宝可梦，而神奥地区应该是绅士鹅独占鳌头。绅士鹅是虫系飞行系，只要属性带虫系，那么实力方面就别指望了。在颜值方面，绅士鹅也同样不行，但凡它能有火神鹅或巨前螳螂一半帅气，它也不至于混到这个地位。因为是绝对雄性，与之对应的是绝对雌性的节草贵妇，好歹节草贵妇还有多种形态，绅士鹅确实啥特色也没有，存在感低简直太正常了。4. 龟族巨铠。放眼近千只宝可梦，我就没见过比龟族巨铠长相还要奇葩的。其他宝可梦就算再丑也还是有模有样，但龟族巨铠简直不符合人类审美标准，因为它竟然是由7只龟角和2块岩石组成的。虽然龟族巨铠颜值感人，但是它在动画里的表现还不错，曾经凭一己之力对付小智的皮卡丘、呱呱泡娃以及3屏的甲贺忍拉，甚至还顺手解决了中途加入战斗的果神和喵喵。哪怕是呱呱泡娃中途进化成菇头蛙，它也能在多面夹击下全身而退。只可惜龟族巨铠登场的次数不多，再加上这难以接受的颜值，所以存在感不高也是情有可原了。